迎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卓磊 Juliet。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又再一次的请到了理想中美律师团的创办人蒋佩芳律师。EVGen 律师楼才开了8年，现在这么成功，尤其是说到婚姻家庭、这个家庭法，还有就是劳工方面的事情，大家喜欢来请教你们。对，因为劳工的话，并没有很多律师做劳工。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又是中国人做劳工的话更少，所以大部分的话，你只要做劳工的话，你都认识这些法官，你也认识这些律师，你也认识这些保险公司，因为就是这个圈子而已了。对，所以大部分的话，就在我们在中国圈子里面的话，就算是做劳工的话，大部分都是白人的律师，就请中国的助理。可是不是像我们说，律师本身是中国的律师做劳工的，对，所以是这个样子。中国的话来移民来美国，他们想做一个小生意，所以他们不晓得说在美国怎么做这个生意，说法律上是什么，说劳工保险其实是一定要买的。可是很多我们中国人都不晓得，因为他想说一个小小的餐馆，只有我跟我太太，是说只是我弟弟来帮忙嘛，为什么需要买这些劳工保险？可是是犯法的，在美国的话一定要买劳工保险，只要你有请人。就需要买劳工保险，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跟人家讲，人家还以为我在卖保险，不是卖保险的。对，你去提醒他们，尤其是跟我们的雇主讲，因为在美国，我们说实话，做老板的还是很辛苦的，非常辛苦。对，你自己是做老板，你知道做老板的还是很辛苦，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所以只要有请人，你就要买劳工险，包括家里雇佣的保姆呢。对呀，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自己也有请保姆，最近小一个 baby， 我自己也请保姆，我也是 make sure 我打电话给我的保险 agent 跟他讲说，你可以再买家里的保险，加上这个就是说在家里上班的人，对，你一定要买这个，而且并不贵，才多几百块，所以是值得的。因为当他们受伤的话，帮你带小孩受伤了还是什么的话呢，开医疗费反而很贵，他律师也会要的很多。为什么？因为在劳工保险在美国的话，律师代表这个员工只拿15%，所以你想想看，他一定要你拿很多的钱，才对这个律师值得拿这个案子。所以记得买保险是对的。美国的这个工商法体系，因为这是一个很专精的这样一个系统来解释美国的这个工商法。什么叫 QME 啊，什么叫 AME 啊，什么叫 AOC 啊，他们都不晓得，这就不是法律上的名称，这是劳工的圈子里面会常常讲的。所以很多人就想说都不晓得这是什么。在劳工州法为什么很限制呢？是因为说他们需要加州希望有人在这边做生意。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规矩的法律的话，如果说告的话，这些公司怎么 run， 小公司小 business 的话怎么去 run， 那我们的 economy 经济就会往下，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公司做好，我们才能请人，我们经济才会好，对不对？所以每个州都有他们自己的州法。就是说，劳工都非常细密的。您是拥有加州还有纽约州的2个州的律师执照，所以其实2个州的工商法都不同，劳工法，因为劳工法呢是州法，它不是联邦的，所以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这个州法。对，而且你为什么要找个专门做劳工工商的律师呢？是因为说最重要是那个医生的报告。那你要知道说谁是你的医生，谁是对方的医生，哪一个医生比较是适合当员工的医生，哪一个医生比较适合当保险还是说当老板的医生，这些你都需要有关系，都需要知道的。所以你不要随便找一个律师说，哦，劳工我会帮你做，我帮你看一下。你要看这个律师所到底是不是做劳工法的，因为他们才会知道说这里的圈子谁是 big player， 谁是对你的好的，哪一个是对你比较不利的？下面呢，我们有3个单元特别的重要呢，就要继续请蒋律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说到这个工伤法，比如说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受伤，这个可以拿到赔偿。那么这个赔偿又是怎么样做的，好不好？稍待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看。那么有任何需要的话呢，欢迎联络理想中美律师团626-569-1882，或者是上到他们的网站上 ideallegalgroup.com。 好，稍待之后欢迎继续收看。Ideal Legal Group, a champion for the community. 理想中美律师团，社会的冠军。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是理想中美律师团的创办人蒋佩芳律师 EVGen。上面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因为
劳工法是州法，各个州都不一样，而且劳工法又是那么的精细。我们自己在开公司的，不管公司大小的老板们要讲，员工们也要了解怎么样保护自己，对吗？我们先来讲受伤的不同情形，哪些情形是算是工伤？好，大部分的我们看的就比较简单，就是说，如果你去上班的时候不小心搬东西啊、摔跤啊，这些就是劳工工伤。对，比较难去看得出来，就是说心理受伤。因为如果说有时候老板给你压力很大，还是说别的员工，还是老板给你性骚扰，还是说给你很大的压力，这些其实也是劳工工伤。心理受伤也是心理受伤。还有一个就是内科，因为有时候很多人时候如果说这个 building 公司是在1976、71年之前的话，很多那个天板还是有那种 cancer 的这种 chemical 的话，你有时候心还是说这 lung 不是很健康的话，这也是因为工作受伤的。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有些人说，哎，我等下得到癌症，还是我等一下是说我有这个 asthma， 我有气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些气喘，是因为说你常在那边上班，还是有时候坐在那个电冷气那个吹啊，头痛啊，这些都是工伤的。只要是在工作造成的，就是属于劳工工伤。所以做老板的、做员工的，大家都要了解这些。还有一个工伤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不是说我5年前我觉得不舒服，现在来找蒋律师不可以。所以其实报告工伤是有一个时间的，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人家打电话给我，就像你讲的，哦，我几年前受伤，我可以告吗？不可以了，不可以。在劳工工伤只有1年的时间。当你知道说你的受伤是因为是工作造成的话，你需要赶快 report， 你就赶快要去报告，因为你1年之后，他就好像说你放弃了。那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我气喘，我不晓得说是因为是工作的那个 chemical 造成的话怎么办？对，没有关系。我跟你讲的1年是当你知道，所以是医生告诉你，还是说你终于知道，因为你已经没在那边上班好几年，后来你气喘没有，你才知道还是什么的。所以1年是怎么算的？1年是从你发现，当你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算的。可是当你一知道的时候，你就赶快要写过去。找律师了，对，被开除了，还是说被散雇了，他们才去报这个劳工保险，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老板那边的话，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就是说你是因为生气我把你 let go， 你是生气我把你开除，你才去告的，因为你之前都没讲。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说啊，我不敢告，因为我怕老板被开除，其实是错误的，反而是害你的案子。其实你要在被开除之前才去报，因为这样还会保护你的工作。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说，哎，我老板歧视我是因为我说我申请劳工工伤保险，对他把我开除。对，所以说当然最好是 let go 之前，离开这个公司之前有什么问题要先尽量解决。需要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是跟员工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跟雇主讲的，跟老板讲的是，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人，这个前段时间报了一个工伤，你很不爽他，你要把他开除，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对，你不能做。我很多客人也是老板，是小老板，他们说这人好讨厌，他根本就没受伤，他只是懒惰，我要把他让他走了。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这样的话你会被罚，你会被罚的是1.5倍，你要本来付他的钱，你还要乘上1.5倍。那很多劳工保险不照顾这个的，因为这是另外一个案子，这是说歧视的案子了，132A，所以不是只有劳工工伤，就是你劳工保险会照顾这个案子。他如果再翻另外一个案子是132A的话，很多保险公司就不照顾了。好，稍待之后呢，请教蒋律师，因为在劳工了，比如说大家受伤住院期间，这个钱老板又应该怎么样付给员工，对，好不好？当然还有很多情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里会请人来修屋顶啊、种树啊，这个打扫这个家里啊等等，像这些人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有多少责任？他们的公司有多少责任？那么稍待之后呢，继续请蒋律师跟大家谈。好，欢迎您有任何问题请教蒋律师，理想中美律师团。稍待再会。Ideal Legal Group, a champion for the community. 理想中美律师团社会的冠军。
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理想中美律师团的创办人蒋佩芳律师 Evie Jane。常常听到说，哦，这个律师他什么都做，我不觉得他是最好的律师，因为这是我们只做2样而已。为什么呢？就好像说你心脏病，你会去看一个医生什么都做的吗？你去找心脏病的医生。对，律师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找专门专业的，因为并不是说律师什么都懂。我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懂，所以我情愿去做一个我懂的，我可以帮忙人的，就是拿全部的案子，我什么都不会很好的。就是光这2个你要学习的东西就很多了。因为话又说回来，我们以前是去年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跨国的婚姻离婚呢，因为你要了解的东西很多，包括像工商法，美国的工商这个法这么的精细，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它，跟保险公司打交道，跟医生打交道。你不光是要研究保险，你还要研究医疗方面的。对，我好像是一个医生，因为每次看他们报告，有很多名称我都看不懂，我还要翻字典。真的，对呀，很辛苦。所以说，其实我们在美国讲到说专精，而且在美国我们请人呢，就是要请专业的人士，是的，这方面的专家，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前面呢，我们在跟大家说到受伤啊，所以告诉雇主一定是要买这个劳工保险的。如果说他们没有买劳工保险，受伤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罚到？很头痛，因为在美国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买劳工保险，其实是一个犯罪，你可以关到监狱里面，而且还会被罚。这个已经算是很大事情了。对，加上你还要付他们的医疗费，医疗费非常贵的。你也知道，如果说你没有保险的话，X-ray 啦，有的时候可能是天价，没有一个到顶的。对呀，没有一个顶的，所以医生就要付好多钱，你要付给医生很多钱。还有就是律师拿15%，还有他们的钱，还有他们solo的钱的时候，中间他们休息在复休的时候，你还要付他2/3的薪水。那你不知道，那等到民国几年，他说不定认为说我的背子在痛呢，而且受伤不是说那一天才发生的，受伤也可以是长期受伤的，就是说我在这边上班5年了，我每天打电脑，我背很痛，这我的背有问题，这也是一个劳工工伤。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员工的一些赔偿，因为受伤了，有的时候需要在家里休养，那大家在这个老板又是应该怎么样在这段时间付员工的钱呢？如果说你有劳工保险的话，劳工保险就会帮忙付的，所以我才说为什么那么重要需要买劳工保险。就好像说车子好了，每个人都要买车子保险。如果有车子的话，你就买车子保险。对。所以如果说不小心人家撞你，还是你撞到别人的话，他们不是告你本人，他们是告你的保险公司。对。所以你就不会那么紧张，对不对？因为他如果告你本人的话，他们看的医疗费啊、车子很贵的。对。劳工保险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需要买劳工保险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受伤的话，劳工保险会付他们休息的时间，是2/3他们的工资。然后休息完了以后，还要付他们1/3，就是说在你在 solo 的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永久的残障的 percentage。那个完了以后呢，他们还要付他学别的技巧。如果说他们不能回来上班，对呀，所以非常多钱，还有检查医生的钱，还有他看医生那些 treatment 都是保险公司付的。没错。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保险公司的话，变成你就要付这些钱了。对呀，所以蒋律师一再跟大家说要买，跟老板们说要买劳工保险，好像就在讲笑话，说听起来像是你是在卖保。对，我好像不要我客人似的。其实当然说出了问题找律师，律师在赚钱，但是蒋律师因为做很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的工作，跟大家做很多免费的咨询，就是要告诉这个老板们要买劳工保险，也让雇主知道说你受伤了，你应该是要怎么样去做的。好，下面一个单元呢，我们还要请教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说到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大家知道说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要买各种这个房屋啊，什么受伤保险，那么到你家来做事的这些人受了伤以后要怎么样的处理呢？好，下一个单元我们请蒋律师继续跟大家谈。好，如果有任何需要，欢迎请教理想中美律师团蒋律师他们626569188，或者是上到他们的网站上查询 ideallegalgroup.com。好，待会儿见。Ideal Legal Group, a champion for the community. 理想中美律师团社会的冠军。今
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专精劳工法的理想中美律师团的创办人蒋佩芳律师 Evie Jan。那么接下来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以我们的家为例，我们家里有人来剪草啊，游泳池这个工人打扫啊，还有修屋顶啊、换地毯啊等等。如果他们在工作中受伤的话呢，跟我们屋主有多大的关系？我们要负什么责？很大的关系，这也是常常我碰到的事情。很多老板找我的就是像这个样子，因为他们不认为说他是他的员工，可是在美国法律来讲的话，那是的，除非说你找的帮你，就是说修改房子，还是说那种那个 gardener 的话，还是说swimming pool 好了，游泳池的那些 clean 的，你要问他们本身有没有劳工保险啊？他们今天没有买劳工保险的话，他们请的人如果受伤的话，就变成你要做责任。所以我们还要了解这个，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就说这不是我责任呢，我请这个人去清扫我的花园还是什么的话，他的员工受伤，为什么是我要的责任？可是美国的保险是这个样子，今天如果说老板请他的没有买劳工保险，他就可以跳上去，就上一个的就是你了。所以非常重要，你就是说买屋主保险上，你可以加上这一点，多加这个在家里上班的人，还有请人的时候，记得每次要问他们有没有劳工保险。跟这个样子的话，你也会让大家逼着大家去买劳工保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受伤了之后怎么办，就是关于整个这一套的法律程序。非常重要。如果说你在工作受伤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你的 supervisor， 就是说你的上司你受伤了，他会给你一个 DWC-1 form，DWC 一条线 1 form， 这是政府的 form。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跟他讲说你是怎么受伤的，他在24个小时要回答你说他们的劳工保险是什么，他们的医生是谁，所以你才会有这些资料去赶快去治疗。那为什么要写这个 form 呢？因为你不写这个 form 的话，以后你刚刚讲说你生病，还是说你老公工伤，他们说你从来没跟我讲啊，我怎么晓得你受伤了？所以要报告给自己的 supervisor。对，所以你两方都要合作，员工需要赶快 report， 然后老板需要在24个小时回答你。好，所以这两方都需要这样子合作的，所以不然的话就是犯法的。那如果大家什么时候来找律师呢？很多时候他们其实都可以自己做，可是为什么会找律师？因为说他们不晓得这个劳工的 step 是怎么样，他们不晓得说有这些日期。那很多时候他们认为说保险公司好像跟他们玩游戏的都找不到那个 answer，就好像车祸一样，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他们才找律师。因为大部分我刚才讲说，如果说你懂这个法律的话，其实你不需要找律师。可是如果说你不懂的话，而且你已经想说赶快付好，你根本就没有心情去管这个心思的话，那你是好的，应该是找律师。劳工法的话，如果是你找律师的话，最多律师只能拿15%，你到最后的 settlement。就算你恢复的这段时间要付你2/3的薪水的时候，你的律师还拿不到这个钱呢。这都是你的，这是属于你的。那在美国哈，你讨厌你的律师，你喜欢你的律师，最多他只拿15%。为什么呢？为什么政府会这个样子呢？因为他说你已经受伤，你又不能上班，你没有钱了，你怎么才有钱去请律师？所以他们才做这个法律，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受伤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请到律师。这个是钱，大家可能会担心。还有一个就是身份问题。哎呀，我其实是在这个餐馆，我是打黑工的。我其实是在这个制衣厂打黑工的时候，我把手割了。我要去 report 的话，我的身份我不是会被递解出境啊，等等等等。好，没有身份的人受伤怎么办？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客人就是这样子问我，因为他们说我是非法移民，那我老板就是在桌底下给我的，这也是给老板一个很好的警告。记得，非法不非法，劳工不管的。所以就算你今天是非法移民的话，你还是会有这个劳工保险的 protection， 还会保护你的。还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说，哦，他不是员工，我不要给他 W2， 我可以省税，我给他是1099的。大部分你都会输的。如果你是老板，你认为说这个员工是1099，因为政府还有劳工法呢，专门比较就是保护员工的。所以如果说他今天上班有时间都给他弄好的，他用的东西都是你公司 provide 给的话，
这不是属于0099，他们还是会在这个劳工上保护很好的。还有任何问题，欢迎请教蒋律师的律师楼，在洛杉矶总部，在洛杉矶，在纽约，在 San Francisco， 还有这个很快呢会在旧金在圣地亚哥要开。中国过年晚上就开了。好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助呢，欢迎联络理想中美律师团，因为你们的屏幕上的626的电话626-596-1882呢，这个是24小时服务大家的，所以都可以找得到律师。而且中美律师团除了蒋律师之外，您聘请的也全部都是律师，有专精的律师在为大家服务。好，谢谢蒋律师，谢谢，我是卓蕾，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